收拾东西呢。马上就要走了。这去欧洲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。我把家里大大小小的物件都划拉了一遍，该带走的带走，该留下的留下。你呢？我也一样。你的手小心别被感染了。已经消过毒了。那就好。兰坡，好了，到了欧洲之后，我们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了。继续收拾吧。刚刚2次，慕容家和李帅都已经抛出了自己的条件，而迟迟不见福远一家有什么动静。看来易家是提出了一个让人进退两难的条件。我有预感，这次谈判最关键的一锤，就要砸在这最后一响上。哎呀，我们李帅提的每一个条件都微不足道，可这易帅一开口都是大条件。我们李帅上芝山，那可是真心实意的来求合作。但易帅呢，在芝山上设了这么一个局，一张嘴就是狮子大开口啊，而且还非要锱铢必较。傅先生，如果你们李帅真是为了和平愿意牺牲的话，那我真是佩服之极。可是谈判毕竟是谈判，不是品格攀比。我们为的是整个天下，而不是某一个人，自然要慎之又慎。敢不慎重吗？这谈的可不光是利益，还有名声。这说出来的每一句，可都是要写进历史的。报告，43氪，义季裴大帅为实现联省自治，提出李重年部正式易制为福军，福军受辖于未来江左联盟政府，刻日成立江左国民参政会，决选江左联盟政府。喝酒要一口闷，这喝茶呀，那是要细细的品哦。岳父，我从小就没有这种小情小调、闲情雅致。岳父叫我来喝茶，也就是牛角牡丹。其实啊，我今天让你品的是功夫茶啊，其实品的不是茶，是功夫。敢问岳父，是什么功夫？夫妻功夫啊。这夫妻呀，最主要的是接受、欣赏和包容啊。接受是接受对方的优点，同时呢，也要包容对方的缺点呢。这样的夫妻才能够和睦，才能够长久。咱们中国有句古话：10年修得同船渡，100年修得共枕眠呐。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手难牵哦。你跟秦桑，你们俩也算是今生有缘的，知道吗？这秦桑在嫁给你之前呐，我们家什么情况你都知道。他母亲大家闺秀，我出身寒门，这俩人差距太大。这结婚以后，不断的产生摩擦，
不停的吵架。可每逢那个时候，我们俩就会坐下来，沏一杯茶，品一品，这茶香一飘，我们俩就不吵了。哎，所以啊，这夫妻呀，也跟品茶一样，关键要互相理解，这才是功夫。来，尝尝。这么一喝，还真有一些滋味儿。你要真正的想品出茶的滋味啊，哎，你小子还早着呢。这人呐，在这世上，绝不是一尘不染的。我也年轻过，我年轻的时候也玩命的追过女生，但是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以后，为父只希望你好好的对待秦桑。来，咱爷俩慢慢的品茶，啊。我不明白，易继培和李重年联手，对我们成军只会有害无利。父亲，您是为什么突然改了主意呢？我们这次上山来，不就是为了让他们互相牵制吗？莫非是易继培拿什么要挟您了？要挟？哼！普天之下，除了你的命之外，还有什么能够要挟得了我呀？那您是为何突然临时改了主意呢？你听过那首《马赛曲》吗？啊。不过，这到底是首什么歌啊？这不仅是一首歌啊，它还代表了一个人。李帅，我就没想明白，我这边已经设下了可以破解联省的妙计，可为什么要答应他们的条件一致？哼，易继培安排我听了一首曲子，一首曲子？两位都是在江左10几年的混战中存活下来的，对这首歌应该不会陌生吧？不需要我介绍了吧？相信大家都认识。明小姐，我不知道你是李帅的人，还是慕容大哥的人。可此刻，你能上得了芝山，今天的这番话，恐怕也瞒不了你。大帅真是抬举了。自古以来，女人都爱英雄，而在座的各位都是当今天下的英雄。红玉只不过是对大家的一言一行比较关注，仅此而已。为何一定要从属于谁呢？你们二位听了这首曲子，有什么感觉？这首曲子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。
他昔日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，挥之不去，让人不寒而栗。原来李帅也在这个人手上吃过亏啊。10年前，我也曾经和唱这首曲子的队伍交过手，那场战役打得我至今是记忆犹新的。但是不知道，易老弟，你今天放这首曲子的目的何在啊？没错，10年前，他让队伍唱着这首马赛曲，席卷整个江左。2位都跟他交过手，碰过面，可如今唱这首马赛曲的人，却叫梁兴北。他的野心很大，当年易家的一把火，没有烧掉他的野心，反而让他变成了一个更可怕的人。那把火，他一直放在心里。如今他的野心，就是要再次席卷整个江左。原来江左出了乱子，易大帅却要我们2个旁人来管。江左的乱子，也就是大家的乱子。他要在江左闹事，想要搞理想那一套，先收人心，再蚕食江左。难道你们不怕吗？土地丢了，可以再夺回来；可是人心丢了，就再难找回来。他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。如今，他为我们带来的是战火，尚有机会扑灭。如果他点燃了人们心里头的那把火，就再也扑不灭了。原来父亲是用了共同的敌人，说服了岳父和李重年，这一招还真是巧妙。现在就是不知道岳父和李重年他们是否真心愿意配合父亲，先剿灭天盟会。我的话，不光进了他们的耳朵，还进了他们的心里。但是光指望他们是不够的。眼下，我们要尽快赶回抚远。你六叔老奸巨猾，而且在部队里颇有根基。要是我回不去的话，恐怕抚远会有大乱。我们要在江左给他放上3把火。这3把火烧的不是房子，也不是城市，而是人心和民心。杨先生，现在我们所了解到的，通往方家店的铁路已经被山石给砸毁，想要恢复交通还需要一段时间。所以要回家，必须要先搭火车到方家店，然后再在方家店转汽车。现在呢，易家已经派出了车辆去接易继培回到抚远。好，那就千方百计的阻止住易继培，千万不要让他回到抚远。天玄，你马上前回医院，把这情况告诉给潘坚持。如若成功，让他伺机逃跑。是。大帅，此次支山之行，红玉真的受益匪浅，非常感谢。非常开心你们能够盛情款待我，只是还有一事相求。说吧。回去的路山高路远，红玉有些胆怯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和大家一起同行。当然可以，是我们的荣幸。这点绅士之礼，我们还是有的。多谢大帅，我把行李放车上。父亲，这是个危险的女人。正是因为她危险，才会把她留在身边。林夕，叶云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去接父亲和大哥回来。那怎么要这么大的阵仗啊？你不知道，我们刚刚收到消息，父亲跟大哥今天回抚远，可方家店那边突然山体滑坡，再加上梁兴北那帮人诡计多端，我有点担心他们的安全。既然是父亲说了他要回来，
应该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。话虽如此，但是我还是不放心，必须要亲自去接他们。放心吧，我很快回来，回去等我吧。女儿啊，爹这块怀表就给你了，别忘了家乡的时间呢。啊，到了欧洲和兰坡啊，要是生气闹别扭，别钻牛角尖。爹，您放心吧，我自有分寸。岳父，这是我为您准备的茶叶和功夫茶具。好。为什么要送这个呀？啊，这兰坡啊，信得过。孩子，好好的待他吧。啊。放心吧。行了，我走了啊。路上小心啊，爹。岳父慢走。哎，小心点啊。我答应过岳父会好好照顾你的。爹走了，我有感觉剩下自己一个人了。你还有我。等我们去欧洲稳定了，我们就生一个孩子吧。好。你说我们去欧洲，真的就能忘记这一切吗？想要忘记，就会忘记。潘先生，这2天感觉状态怎么样了？挺好的。看来恢复的不错呀。有知觉啊，这条腿没废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还是有机会逃跑的？你们是不是要派一个团来看着我？你诡计多端，我们得严加防范。哎，别人的伤口现在不能乱动，容易化脓。潘先生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一切都很好。就继续保持这样的休息，过不了多久呢，应该就能出院了。走吧，他现在休息的还行。我们走。我的卫队还没到，闵小姐，要不你先回去吧。好啊。还有多久啊？啊，快到了，这就到。专车的速度这么快，这就接一级培回来了，机不可失，准备。
按时间说，也应该到了。再等一会儿。爹，大哥，来了，车在外面。走吧。报告大帅，说，钱后生来方家店的路上遇刺了。什么？自古皆有死，莫不饮恨而吞生。任他生前是何等威风赫赫，死后都是一样的寂寞。父亲，秦伯父是为您挡了这一劫。秦后生原本就不适合官场，有的时候还不如女儿有主心骨。我素来瞧不起这个亲家，可却在意想不到的地方，竟然欠了他一条命。爹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六叔的人马倘若杀回来，咱们可就危险了。亲家，为了江左的大局，只有暂时委屈你。等到局势稳定，我自会请出你的尸骨，另行安葬。我们也是立功心切，急于出手，不光认错了车，还杀错了人。你们大家都辛苦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是。是。易继培，我们又该见面了。父亲，芝山谈判成功了，江左从此太平了。恭喜姐夫。秦桑，我见到你爹了。你爹跟我说，欧洲那边天气冷得很，让你们多带些衣服。要坐1个月的船，多带些药，免得在船上得了流疫。知道了，父亲。我们去商议政务，你就不要跟着来了。爹，您带我来这儿。当年老六就被关在这里。那场大火之后，在房间里面找到了尸骸。这么多年了，这房子一直没有修葺过。爹，那您之后有没有确认过，
那副尸骸是不是他的？当年范先生高瞻远瞩，早在老六想要发动兵变之前，范先生就不声不响地做好了准备，没给他留下任何机会。不然以他在军中的势力，我很难把他囚禁于此。那有没有可能是六叔的旧部相助？不会，他和旧部的关系早就已经完全切断了。当时的情况根本没有半点挽回的余地。可是我实在想不通，他怎么能死里逃生？爹，其实我有90%的把握可以确认，这个梁兴北就是六叔。可是您提到当年的事故，我也实在想不通。我再继续查查吧。不用查了，一定是他。爹，为何这么确认啊？你还记得小时候，我差人做了一柄剑和一把刀，打算送给你和老三。可是你趁着老三不在，把2样都给拿跑了，还被我打。有那么一点印象。这件事我这当爹的记得很清楚。我打你的时候问你为什么要这样，你说刀本该归你的，要是给老三挑，他一定会要剑。可是你更喜欢剑。您这么一说，我也想起来了。听完之后，您下手更重了，说兄弟之间不该相争，本来就是各退一步可以解决的事情，更何况老三回来，也不见得一定会挑那把剑。可我始终没有松口。后来老三回来，他果然选了剑。你们俩多番比试，最后剑还是归他了。我现在不能不信，知兄莫若弟，知弟也莫若兄。爹啊，既然咱们现在已经确认了，是六叔在搞鬼，那宋副官行刺老三的事情，也就水落石出了。我看，就别让老三走了，让他留下。我们兄弟3人联手帮你，把江左的局势先安定住了再说。本来是可以的，可是已经太晚了。您说的是秦后生？没错，老六。大帅，你的背比之前驼了2分，腰也比之前粗了2寸，肩膀也比以前塌了1分。当年觉得衣服就是面子，现在才懂了，衣服是面子，也是担子。这新衣服上要改改，才衬得起江左首任联省主席的身份。衬得起？少年心事当拿云，那时候就想往上爬。秦后生和我的交情是最浅的，可是他的死却最为触动我。范之恒、老状元、秦后生，人生都过了半，看着他们一个个凋落，倍感寂寞。这才感觉自己真的老了。你不是觉得自己老了，是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。3个儿子如今都大了，留他们在身边，也能够帮得上忙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让3少爷走，不让他们兄弟替你分忧？老三在老宅找到3夫人的尸体。老宅？
三夫人不是投水自尽吗？难道……我也想知道真相，可是我不敢想，不敢找。寻找过去，就会改变未来。老三必须走，这是为了他们好。即使不想寻找过去，可过去一样会找上来。好端端的，怎么忽然想来这地方啊？看着怪害怕的。倩儿莫怕，这里只怕藏着一家过去的秘密。三娘过世，六叔烧死，我坠马。这几件事，时间挨得太近了，让人不得不起疑心呢。我坠马的时候，六叔还被关在这个院子里，他是怎么安排人设计我坠马？那让我坠马，又是为了什么呢？仙乔，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，那就让它过去吧，何必揪着它不放，自寻烦恼呢？别的都可以过去，但是毁我半生的真相，我必须给他查出来。你扮成我娘的样子，她见了你有没有说什么？她把耳坠扔到江里，说不想再提起了。她不愿提起，但我必须提起。为人子者，不挖出真相，誓不罢休。三少爷，你马上离开江左了。我不会这么轻易离开的。那秦桑呢？你答应他去欧洲的。有句话，我不知该说不该说。有什么事是不能讲的？最近我一直在想，六叔是怎么逃出去的。三姨娘之死，六叔出事，这些事情都是有内在关联的。不要再说下去，父亲，这些事情不问清楚的话，这些事情有什么关联？不要瞎猜。父亲，自打我受伤之后，你还是第一次跟我发这么大的脾气。仙乔，三兄弟之中，我最相信你。即使你受伤残疾，也依然如此，是因为你识大体，不执着。可是连你也非要查什么过去的真相，那一家就永无宁日了。父亲，没有任何人生下来就识大体、懂大局。我的识大体，是因为我站不起来，是因为无可奈何。你找出过去又能如何呢？还不是无可奈何呀。将军，哼，李帅，这次支山之行，棋艺真是突飞猛进，父母甘拜下风。哼，这傅先生刚才是心有所想，分了神，否则也不会让我这样长驱直入。李帅，一级培在抚远完成了联省动员，催我们益州尽快议制。
看来易继培还真是着急了，我们不得不动手了。傅先生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其实，咱们过去打仗，打的是军事战略，所有的武器装备和自然条件，都是一个外壳。真正的核心部分，其实是指挥。咱们现在跟福军已经没有什么差距了。这次联省自治，其实打的就是宣传战。但不管打什么仗，到哪儿都是一样的。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。所以，咱们必须要知道咱们的对手是谁。以前打军事，对手是易连胜，现在打政治，所以这回我要去一趟福远，我要向易继培提出咱们的条件。好，刚才这一局算你赢。爹，您身体不舒服，要不要叫宋大夫给您看一下？不用了，找我什么事？我跟小桑就要离开了，想在离开之前和爹谈一谈。江左联省自然大局已定，可是还有很多细节马虎不得。最近我被这些事情纠缠得焦头烂额，脱身乏术。马上还有政务要处理，你还是先回去吧。那好，我先走了。爹，您注意身体。桑儿，这钱平还是没有来信，难道是去了乡下的表姐家？二少奶奶，二嫂，出来散步啊？看来三妹心情不错嘛，不绣花草，却在这儿绣山水风景。二嫂谬赞了，我只是想把这支山的山水绣出来。想来，我和兰坡第一次共患难，也是在这里。你别忘了，你上支山，可是踩着我爹的尸体过去的。易帅，腿好了吗？幸好三公子手下留情，子弹没有穿过骨头，现在还能勉强行走。坐，你下去吧。大帅，这……我叫你下去。是。易帅，别费心了。梁先生的事情，我是不会说的。你误会了，我今天见你，不是问老六的事情，是问我自己的事情。易帅自己的事情，为什么要问我呢？来，咱们掰手腕。怎么了？怕了吗？算了，你有伤在身。要是你没有伤，我看我不一定能赢你。其实不用比，我就能感知到，易帅的力量比我想象中更大。那跟老六呢？